你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米饭2次加热会致癌吗？医生提醒，这4种食物尽量的别2次加热。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不仅会注重节约使用日常的用品，对于剩菜剩饭也会进行储存，避免浪费。当家里剩菜剩饭冷却后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将其放入冰箱中，等到第2餐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一下食用。这种方法不仅避免了食物的浪费，也为我们减少了烹饪下一顿饭的时间和精力。然而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，很多人开始关注食物对健康的影响。一些人认为，经常的食用剩菜剩饭可能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，甚至可能会增加某些疾病的风险。还有传言称，米饭经过隔夜储存并2次加热后可能会致癌，这使得很多人不敢再储存剩菜剩饭。那么，米饭2次加热真的会致癌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并维护自己的健康。1. 米饭2次加热会致癌。其实，这种说法的前提条件是米饭存放的时间足够久，内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有害物质，如细菌和霉菌等。这些有害物质在2次加热后会促使亚硝酸盐的形成，亚硝酸盐进入到机体后，与蛋白质代谢产生胺类，共同合成了亚硝胺。这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，使食道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。然而，如果米饭的储存时间不长，是在低温的环境下冷藏，仅隔了1夜左右，内部的细菌相对较少，不会有多少的亚硝盐的出现。此外，很多时候毒性与剂量应该放在一起看。虽然米饭2次加热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但只有当摄入的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，才会对身体产生危险。剩余的米饭在存放的过程中形成的亚硝酸盐的水平相对的较低，摄入人体后，身体受到不利影响可以依靠自我代谢减轻。但是，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亚硝酸盐，还是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性，所以应该控制好摄入量，尽量的避免摄入过多的亚硝酸盐。如果剩下的米饭能够保存得当，比如用保鲜盒打包好，放在冰箱里进行冷藏，并且在1天之内吃完。吃之前最好闻一闻，如果没有异味和发霉的现象，就可以放心的吃。2. 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吗？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致癌。微波炉是一种利用微波加热食品的电器，它可以快速的加热食物，不会产生有害的物质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致癌。然而，如果加热的温度过高，或者加热的食物中含有致癌物质，比如烧焦的食物或者是已经霉变的食物，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。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微波炉本身造成的，而是由于不当的加热方式或者是食物本身的问题导致的。因此，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，应该注意按照操作说明进行，避免长时间加热食物，尤其是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。3. 医生提醒，这4种食物尽量别2次加热。1. 海鲜。很多人为了不浪费，总会把当餐吃不完的鱼虾蟹等的海鲜保存到冰箱，2次加热后食用。但事实上，鱼虾螃蟹等海鲜的蛋白质含量高，隔夜后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。人吃下隔夜的海鲜后，这些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肝肾的功能，影响人体健康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把海鲜现做现吃。如果实在买太多了，可以把生鲜的海鲜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装好，再放入冰箱里冷藏保存，下次食用前再取出来烹饪。2. 隔夜蔬菜。除了海鲜，也不建议大家把已经煮熟的隔夜青菜2次的加热后再食用。一方面，绿叶菜经过了高温烹炒后，本身的营养已经丢失不少，如果2次加热后再食用，营养所剩无几。另一方面，隔夜的绿叶菜还会产生较多的亚硝酸盐，
面我们已经说到了，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，会以蛋白质分解产物二级胺的反应，生成抑制癌的亚硝胺，进而增加人体患食道癌、胃癌的风险。所以绿叶菜也应该和海鲜一样，吃多少做多少，尽量的别剩。加工后的绿叶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吃完。3. 溏心蛋。溏心蛋是一种颇受欢迎的鸡蛋吃法，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深得人心。然而，正如许多人所不知道的，溏心蛋并不适合二次加热。半熟的鸡蛋，尤其是那些蛋黄仍处于流动状态的类型，往往带有沙门氏菌。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物源的细菌，它在鸡蛋中可能会无法完全的被杀死。如果你把溏心蛋放置一整晚，等到第二天再加热食用，那么其中的细菌和沙门氏菌很可能会滋生到更多的数量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，包括但不限于发热、腹泻、呕吐和肠胃不适。4. 菌类。食用菌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10大营养食品之一，不仅营养丰富、味道鲜美，热量也很低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蘑菇经过高温烹饪之后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，特别是海鲜菇、杏鲍菇和香菇等在冰箱中低温保存和二次加热过程中，亚硝酸盐的含量会继续的增加。经常吃第二次加热后的蘑菇可能会出现腹痛、腹泻等的症状，长期这样吃会增加罹患消化道系统肿瘤的概率，所以不建议蘑菇二次加热后继续吃，尽量的一次性吃完，吃不完扔掉。3. 面对隔夜的食物，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？1. 不要反复加热。对于隔夜的饭菜，最好是尽快的吃完，比如前一天的隔夜菜，最好是第二天就吃完，不要有隔了不止1个月的情况。因为隔夜的食物长期放置还有反复加热，都会导致其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明显的提高，食用后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损害。所以说，建议大家饭菜最多只隔1夜，如果再吃不完的话，直接扔掉就可以了。2. 彻底加热之后食用。将隔夜的食物从冰箱当中取出来之后，在吃之前一定要进行彻底加热，并且加热3分钟以上才能够食用。这是因为吃了太凉的食物会导致消化道不适，而且食物放进冰箱里也不能抑制细菌的生长，所以说食物中会含有一些细菌，彻底加热可以杀死其中的细菌。3. 及时冷藏。如果剩菜剩饭无法在短时间内食用完毕，应该及时的将其放入冰箱冷藏。冷藏可以延缓食物的变质过程，避免细菌滋生。4. 被烧开过的水，二次加热以后还能够继续喝吗？被烧开过的水如果保存得当，没有受到二次污染，二次加热后是可以继续饮用的。在第一次烧开的水中，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已经被高温杀死，而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不会因为反复加热而发生变化。但是如果保存不当，水受到了灰尘、异物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的污染，或者水中出现了致病菌的滋生，那么这样的水就不应该再喝了。此外，如果反复加热的水已经放置了很长时间，亚硝酸盐含量可能会增加。虽然日常饮用水中亚硝酸盐的含量微乎其微，不会引起亚硝酸盐中毒或者是致癌问题，但长期的饮用含有高浓度亚硝酸盐的水，可能会对人体的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